好的，德國戰車的朋友們有福了。今天老 K 着重一點一點的分析德國隊2026年世界杯的名單、陣容、核心球員以及預測首發陣容。在此之後呢，再是咱們今天的足球新聞的其他內容。還是那句話，做視頻辛苦，希望您先點讚，再最好來個評論。喜歡的話一定訂閱，而且打開小鈴鐺選擇全部，這樣才能夠收到第一時間推送的視頻，否則你可能就收不到。那麼這一次，德國隊帶着国際足壇近年來最有天賦也年輕化最厲害的一代陣容，又來到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德國戰車在經歷了2018年俄羅斯世界杯的失敗，2022年卡塔爾世界杯的失敗，如今是在新的少帥納格爾斯曼的帶領下開啟新時代。納格爾斯曼這幾年就做了一件事，打造了一支更強調進攻、更有活力、更年輕化的德國隊。德國隊陣中的核心人物，拜仁的穆夏拉，還有現在利物浦的維尔茨，拜仁的基米希和皇馬的中後衛吕迪格，憑借着這些有經驗的球員，包括像穆夏拉、維爾茨這樣新興的結合，現在這支德國隊渴望重新找回曾經讓他們4次奪得世界杯冠軍的統治力。那麼隨着諾伊爾也進入了陣容，老 K 預計首發陣容門將諾伊爾，然後依次是塔、呂迪格、老姆、基米希、帕夫洛維奇、格雷茨卡、穆夏拉、維爾茨、薩內和哈弗茨。德國隊最基本的陣容仍然是靈活的4-2-3-1，然後在進攻時可能發生一些陣型上的变化。剛才說過，這一支德國隊最關鍵，他們的特點是更動態、更有攻擊性。核心理念有5個點：第一是丟球後立刻高壓逼搶，這也是德甲和德國球隊過去一段時間以來最鮮明的特點。第二，多人頻繁的換位，這是納格爾斯曼包括瓜迪奧拉最喜歡做的。第三點，邊後衛是積極，非常積極的壓上。第四點，穆夏拉、維爾茨、哈弗茨這3個人是核心，進攻的核心，組織的核心，他們會持續的進行場上的換位。第四點，從後場開始快速的出球。第5點，從後場開始快速的出球。納格爾斯曼這位少帥跟瓜迪奧拉一樣，都喜歡整花活，所以經常在比賽的過程中迅速的、及時的，或者是非常頻繁的調整陣型。防守的時候，球隊通常呈現4-2-3-1的情況；進攻的時候，基米希會進入中場的區域，而老姆幾乎就像左邊鋒一樣在左路活動，這樣也能夠讓穆夏拉、維爾茨在中路獲得完全的空間和自由。所以納格爾斯曼是现代歐洲足球中國家隊裡面最年輕、最具創新力，而且最具戰術影響力的教練之一。他是在2023年9月，在弗里克下課以後，正式接手德國國家隊。弗里克現在在巴塞羅那也帶得非常好，其實這2位都是非常優秀的教練。而值得一提，納格爾斯曼和德國足協續約到了2026年世界杯結束以後。在世界杯期間，納格爾斯曼年僅38歲，他現在是整個歐洲新生代教練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在德甲、在拜仁都是以大量的数據分析、大量使用新的高科技，還有靈活的戰術體系這3點而聞名。納格爾斯曼很有意思，他原本夢想成為一名職業的足球運動員，但由於傷病頻發，連續的膝蓋傷勢，他的球員生涯很早就已經結束。所以很早的納格爾斯曼就將全部精力投入到教練工作，而且迅速因為他智慧而且靈活的戰術頭腦，在教練當中脫穎而出。他的崛起速度極其驚人，先是執教霍芬海姆的青訓，而28歲就已經執教了一線隊的霍芬海姆得以征戰德甲，然後又首次帶隊闖入了歐冠，後來執教萊比錫隊，又執教拜仁，在拜仁奪冠。40歲以前就已經成為德國國家隊的主帥。在德國，他通常被大家稱為 Baby 穆里尼奧，也就是嬰兒版的穆里尼奧，因為他的崛起速度太快了，而且跟穆里尼奧一樣極度痴迷戰術。那麼球員方面最值得關注的仍然是穆夏拉，他是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德國包括拜仁的核心球员。近1-2年由於傷勢，在拜仁的狀態一般，但由於德國隊沒有奧里塞，只有穆夏拉，所以穆夏拉仍然是德國最具突破能力的球員。他也是德国進攻的核心。他的特點一是極為出众的盘帶能力，然後在中路游動的能力。第3，節奏的變化非常多。第4，就是得分能力也很強。所以納格爾斯曼的进攻體系很大程度將圍繞着穆夏拉和維爾茨這2個核心來展開。眾所周知，許多專家都認為
穆夏拉是目前世界上最有天赋的年輕球員之一，只是由于重傷出狱之後找不到自己最佳狀態，所以他自己個人的職業生涯，包括這次德國隊征戰世界盃，也蒙上了一層陰影。那麼，所以說到德國隊，咱們先介紹一下穆夏拉。老 K 的視頻資料很完整，最喜歡的是冷知識。穆夏拉他對自己的評價呀，是一個很稀有、很放鬆的人。對他，大家要知道的第一點就是，他通常不會太誇張，也不會太激動。當然，除非是在足球場上，他完全像變了個人。所以穆夏拉平時在家裡面會很放鬆，喜歡刷自己手機上的相冊，而且不是隨便刷一下，是一直往前翻，翻到最早的照片。這也算是一種怪癖吧。穆夏拉覺得這樣做很有意思，也很放鬆自己，因為這就像是在倒着看自己人生的電影一樣。有一天，他又這樣去翻相冊，翻到了自己第一部手機拍的最早的照片。看到了那些照片的時候，穆夏拉有點起雞皮疙瘩，因為他仿佛覺得自己整條在足球上的道路都被裝在了那一張張照片裡面。而關於穆夏拉的第一部手機，他是在8歲的時候擁有的。其實在那之前，8歲以前，穆夏拉就很想要手機，但是媽媽不同意。他的媽媽非常聰明，還有碩士的學位，所以不可能輕易的讓一個8歲的小孩就擁有 iPhone。但是後來穆夏拉被英國切爾西的青訓學院錄取了，這就給了穆夏拉一個談判的機會。當時他們家從德國剛剛搬到英格蘭，這是因為他的媽媽要完成學業，而穆夏拉那時候去了英格蘭就需要學英語。他形容自己當時說的話就像是德語、英語和另一種足球語言三者的混合體。穆夏拉回憶說，自己剛到英格蘭的时候，最早交到的一個朋友叫里維·科爾維爾。是的，就是這次落選英格蘭的科爾維爾。穆夏拉第一天先是到南安普頓的青訓去訓練，當時他幾乎只會說德語。但是足球是通用的語言，也很特別，因為足球它可以讓語言不通的孩子只要在一起踢球，很快就能慢慢的熟絡起來。他看到科爾維爾好像人不錯，就走過去努力的跟他打招呼。老 K 現在想，估計是他覺得小伙伴裡科爾維爾算是踢得好的。但是穆夏拉過去打招呼呢，說出來的話卻很混亂，大概就是我很愛足球，但是又有一些德語單詞，又有一些英文單詞，連他自己都覺得很好笑。當時科爾維爾也許也覺得他很奇怪，可是這兩個彼此覺得奇怪的人就因為足球開始建立起友誼。後來小穆夏拉的英語開始慢慢變好，大家才發現很巧合的是，他倆生日竟然是同一天，所以穆夏拉後來覺得這像是命中注定，這兩個人成為朋友很自然，後來也成為職業球員也很自然。幾個月以後，穆夏拉和科爾維爾一起去了切爾西，因為小穆夏拉要在學校和訓練之間來回跑，一個小孩子在倫敦這麼大的大城市裡到處走，當然就需要手機了。最後他媽媽只能讓步，給他買了一部手機，但是也跟老 K 一樣，給孩子們做了許多限制。基本上他只能用手機发短信、拍照片，其他的功能都被限制住了。媽媽還要求他每個小時都要發消息報一下平安。而穆夏拉第一張真正有意義的照片，就是他自己和科爾維爾在切爾西的照片。那張照片對他來說就象徵着兩個小男孩帶着同樣的足球夢想一起來到了切爾西。而在切爾西之後，穆夏拉開始覺得一切都很不可思議。他小時候能夠在訓練基地附近看到許多著名的切爾西傳奇球員，那大概是2012年左右，經常能夠看到蘭帕德、德羅巴、切赫、特里這些球員。要知道，對小孩子來說，这感覺就非常夢幻。以前他只能在非法遊戲裡面看到這些人，而現在他們竟然是真實存在的，就出現在他眼前。雖然一線隊球員通常和青訓的小球員不在同一片區域訓練，但有一天，一線隊的球員們來到了青訓場地訓練，穆夏拉立刻就跟科爾維爾說：“我一定要過去合照。”嘿嘿，他也不管尷不尷尬，就是想要一個照片。那麼當訓練結束以後，一線隊的球員從球場上下來的時候，穆夏拉記得很清楚，他直接走向其中的德國球員徐爾勒。因為徐爾勒是德國人，所以穆夏拉感覺更容易開口。他拿出了手機，請徐爾勒和他合影。老 K 多說一句徐爾勒這個球員新球迷不太了解，可當年就是他跟奧斯卡將像德布勞內亞這種人擠出了切爾西隊，而且後來還隨德國隊拿到了世界盃。要知道當時的徐爾勒、奧斯卡在德布勞內、薩拉赫都沒有位置，只能離開切爾西。
好，当時徐爾勒人非常好，站在那裡就讓小穆夏拉拍了一張有點尷尬的自拍。穆夏拉還開玩笑說，2012年的時候，大家都沒有真正的掌握自拍技術，所以那張照片可能模糊，角度也不好。但對小時候的穆夏拉來說，這張照片就像黃金一樣珍貴。後來，穆夏拉跟德羅巴、特里等許多球員都拍了照，他形容那種感覺就像在收集 Pokémon 一樣啊。這裡也要科普一下，Pokémon 又叫寶可夢，也可以翻作神奇寶貝。年紀大一點的朋友都知道當年對小朋友的吸引力有多大，所以小球員之間可能會互相炫耀啊，你拍到了這個球星，我拍到了那個球星，大家都會拿手機相冊給彼此來看。穆夏拉還特別提到，他的爸爸幫他和約翰特里拍過一張很正式的照片。當他爸爸看到約翰特里之後，就主動上前問啊，能不能和兒子一起拍張照啊？這對他的爸爸來說也是一個特別的時刻，因為爸爸也是球迷，爸爸就是讓穆夏拉愛上足球的人。穆夏拉介紹自己的爸爸，那麼穆夏拉的爸爸小時候幾乎每場比賽都會來看他，爸爸會沿着邊線跟着小穆夏拉一起跑，看起來甚至就像邊裁一樣。但其實那只是一個非常投入、非常支持自己兒子的爸爸，而且這種熱情和投入正是老穆夏拉尼日利亞血統的一面體現。他的爸爸經常會帶一條小白毛巾，經常就放在後口袋裡，跑得如果出汗了，就可以隨時拿出來擦汗。所以整個家庭在穆夏拉成長的過程中都陪伴着他。後來當穆夏拉成年以後，再看這些舊照片，才能夠突然意識到他們一家已經走了有多遠。他們共同在英格蘭生活了8年之後才回到德國。當穆夏拉16歲的時候，他快要完成 GCSE， 也就是英國中學階段的重要考試。但那時候家裡有許多不確定性，不確定性主要不是足球，而是生活。這主要是指英國脫歐快要真正的生效了。穆夏拉的媽媽擔心這會影響自己作為在倫敦工作的外籍人士的職業發展，他們也很難得到明確的答案，所以那段時間壓力很大。總之，英格蘭國家隊失去了穆夏拉，就是因為英國脫歐的影響，甚至奧里赛搞不好也是如此。好，就在那個時候，德甲拜仁慕尼黑給了他們一個回德國的機會。16歲的穆夏拉技術已經很全面了，所以這也可以說是讓他們回到了自己第一個家德國。穆夏拉後來都強調自己很愛英格蘭，而如果誠實一點，他覺得自己有一部分就是英格蘭人。所以讓16歲的穆夏拉離開英格蘭，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決定。可是拜仁慕尼黑又給他的感覺很自然，這不是一個讓他完全陌生的選擇，而更像是命運把他帶到了拜仁。不過後來的故事也並不完美，也并不順利。所有人都以為穆夏拉可以穿上德國傳統的皮褲，像一個德國小伙子回家一樣。但現實往往複雜得多。在搬回慕尼黑的前幾周，穆夏拉的下巴就骨折了，所以到現在他的下巴裡都裝了2塊固定的板。受傷以後，導致穆夏拉連續許多個禮拜只能吃很軟的東西，比如喝湯，比如千層麵，尤其是千層麵，吃到他後來都有心理陰影了，甚至現在聞到或者是直接聽到這個詞兒都會非常不舒服。那段時間由於他吃得不好，又瘦了許多，本來就是個瘦小伙子，結果導致去拜仁慕尼黑的時候大概就只有60公斤，而且下巴還不能完全正常的張開，說話也是含含糊糊的。對此穆夏拉還特別解釋我自己是會說德語的，但是當時他的德語也不是那種非常標準，不是那種在課堂裡學到的德語，他只是在家裡面一直和父母說德語，但那又更像是家庭裡的日常德語，口語德語，有許多隨意的表達，不是那種語法很規範什麼冠詞都很正式的德語。這裡多說一句德語是最複雜、最嚴謹、最死板的語言，而咱們穆夏拉一家又是黑人。好，所以他剛剛回到拜仁的时候，德語很生疏，下巴也只能張開一點點，而他還要努力地向所有人介紹自己，這就讓整個場面變得很尷尬、很瘋狂。他總是在想，別人可能會把他看作這個瘦瘦的小孩真的是從英超切爾西來的嗎？他真的會踢球嗎？但正是這些懷疑反而給了小穆夏拉很多動力，他很想回到球場上證明拜仁選擇他是正確的。那個時候他特別需要感謝一位教練，叫克洛澤。是的，就是過去德國國家隊那個著名的大家最喜歡的超級中鋒克洛澤。克洛澤那個時候是拜仁 U17的教練，對穆夏拉來了之後非常的嚴格。穆夏拉說，
自己小時候非常喜歡進攻、突破、過人，他不太能理解防守，也不太願意防守。但克羅澤教練總是每天不斷地提醒他：你必須防守，你必須防守。這就很有意思，因為大家通常記得克羅澤是因為克羅澤的進球能力，但是作為教練，他反而一直逼着小穆夏拉做防守。當時穆夏拉甚至覺得有點煩，但後來明白了，這讓他變成了更完整的球員。穆夏拉認為，如果沒有克羅澤，他是不可能這麼快就能跳到拜仁一線隊的。而後來穆夏拉回憶到每個球員都會記得自己第一次接到一線隊通知的時刻，那是在2020年疫情開始前不久。他只有17歲，正在慕尼黑慢跑，也戴着耳機，突然手機就響了。他一開始以為這個時候是媽媽打來的，所以接過來之後才發現是德國傳奇的足球教練，被稱為拜仁青訓之父的格蘭德。格蘭德曾經是拜仁慕尼黑一線隊助理教練，輔佐過多位世界级的名帥。他過去的球風很剛毅，後來的執教風格也很嚴格，所以被球迷和球員昵稱為老虎。老虎格蘭德告訴穆夏拉，明天你就要跟拜仁一線隊一起訓練。穆夏拉震驚到直接掉頭就跑回家，想馬上告訴媽媽這個好消息。他衝進家門媽媽是完全不敢相信。然後穆夏拉立刻說，我們必須現在就吃晚飯，因為我要早點睡覺。那天晚上的穆夏拉想嘗試在10點鐘以前上床睡覺，但根本睡不着，他太緊張了，心跳非常快，一直就盯着天花板，任時間一點點這樣磨過去。11點了，12點了，凌晨1點了，他甚至覺得這麼晚我怎麼做夢啊？明天早上真正的夢就要變成現實了。第二天還是媽媽開車送他去訓練，這本來是過去每天的日常，但這一次很不一樣，因為穆夏拉要去跟穆勒、諾伊爾、基米希這些球星一起訓練，可是送他去的仍然是媽媽的那一輛小 Polo 車。穆夏拉在車上給自己做心理按摩，想讓自己進入一種比賽狀態，或者說強者的心態。但媽媽還是一路上像往常一樣的關心他早餐吃飽了嗎？音樂聲音要不要小一點？訓練結束記得給我發消息呀。當時穆夏拉覺得這簡直就像一出喜劇一樣。他平時坐車會一路唱歌，但那天實在太緊張了，安靜到不行。媽媽也能看出來他非常緊張。終於到了訓練基地，穆夏拉打開車門，這時候媽媽還在不忘說，我愛你啊，要玩得開心啊，記得給我發消息啊。而穆夏拉走向一線隊訓練區域的大門，心裡面甚至還在想，保安會不會讓我進去呀？幸好保安讓他進去了，但進去之前他也完全不知道該往哪裡走。後來才知道他那天只是被叫來補人數的，而一線隊已經在開關於冠軍聯賽的會議，所以他只能坐在大廳裡等人來接他。那一天感覺自己就像第一天上班的實習生，緊張到連手機都不敢拿出來看。最後他看到了齐爾克澤從樓梯上下來，对，就是現在曼聯的齊爾克澤。齊爾克澤也是年僅16歲便離開了荷蘭，加盟了德甲的拜仁慕尼黑，也曾經代表拜仁一線隊出戰，當時還有極佳的進球效率。後來被租借到意甲的帕爾馬，還有德甲的安德萊赫特。那麼齊爾克澤當時看到穆夏拉也是笑得很開心，然後就帶着他到處走走，到處看看。這對當時穆夏拉來說很重要，因為在那種又陌生又緊張的環境裡，有一個過去熟悉的人、認識的人出現，會讓人放鬆許多。穆夏拉現在都記得自己當時走進更衣室後，基本上就是站在那裡，不知道自己該幹什麼。他很怕不小心就坐到了別人的位置，所以他只想盡量變得隱形等到別人告訴他該坐哪裡。當時腦子裡就一直在想，不要惹任何人，不要打擾任何人。他以前看 NBA 紀錄片，聽過許多新人被老隊員教育、被整的故事，所以他以為拜仁一線隊的人可能也會對他很嚴厲。但實際上那天大家都非常友好，非常的歡迎他。他也開玩笑說，雖然大部分人都很好，但他現在都沒有完全原諒。薩內給他取了個外號叫斑比，是的，就是動畫片裡的小鹿斑比。所以拜仁慕尼黑有一句著名的座右銘德語我不會念，它是源自巴伐利亞的方言，大概的意思是呢，我們就是我們。這句話对拜仁來說不僅是一句口號，更深深地植根於當地的球迷和拜仁球队文化中，代表了幾個核心的意義。第一是極致的自信和驕傲，第二是堅守自我和傳統，第三是強大的團隊凝聚力。我們就是我們。直到那天，穆夏拉終於知道拜仁常說的這句話不只是口號，
如果沒有真正的進入拜仁的更衣室，就很難理解這種文化。他感覺那裡更像是一個家庭。在真正經歷之前，他可能也不會相信這一點。所以第一天一線隊的訓練對他非常重要，不只是作為球員很重要，更是作為一個人很重要。那一天讓他感到自己被接納了。到了球場上，他看到了迪亞哥迪亞哥就是過去巴塞羅那的球員，父親是巴西國腳，也在利物浦跟拜仁慕尼黑踢過球，是瓜迪奧拉将他從巴塞羅那帶到拜仁的。老 K 也经常介紹過迪亞哥跟他的弟弟拉菲尼亞的故事當然不是現在這個拉菲尼亞。好，到了球場上，穆夏拉看到了迪亞哥跟別人在傳球跨越了大半個球場，玩那種兩腳傳球，每一下出球都極為精準，非常完美，完全沒有失誤。穆夏拉還從來沒有見過世界上有這樣的技術，他心裡只在喊：我的個天哪！他甚至說，即使今天再看到那種畫面，仍然會覺得不可思議。迪亞哥就像遊戲裡的 bug 一樣，技術強到不真實。後來第一次訓練裡面，他們就做控球練習，穆夏拉也參與其中。他唯一的目標就是，當他加入訓練的時候，球隊整體的訓練水平不能下降。他不想讓別人看出來自己只有17歲。訓練結束以後，他看着其他球員的表情，感覺自己屬於這裡，因為他覺得球員們也看出來了，穆夏拉的加入沒有讓訓練質量变差，這就給了他很大的信心。訓練結束以後，他趕緊給媽媽發消息，讓媽媽來接他。在停車場，他大概等了30分鐘，其他的球員都陸續走向自己的奧迪車等等。過了會兒，最後他媽媽開着小 Polo 又過來了。穆夏拉坐回車子裡，感覺就像第一天上學結束一樣。媽媽笑着問他：怎麼樣，好不好玩？他只是很淡定地說：還不錯，挺酷的。然後在車裡就安靜下來。他看着窗子外，不禁露出微笑，非常享受那個瞬間。這是穆夏拉一個非常珍貴的回憶，直到今天都如此。可後來許多事情發生得非常快，因為疫情來了，穆夏拉第一次在空場的比賽中出場，又第一次為拜仁進球，後來又第一次在滿座的球场比賽，後來又第一次參加世界杯，還第一次在歐洲杯上拿到了德國隊的10號球衣。此後的他還有許多值得老 K 講的，但我想等到10幾年後穆夏拉退役的那一天，咱們再來回憶。但是老 K 經常跟孩子們說那句話，既然在路上，就不要忘記出發時所說的話。所以人生50載，如夢又似幻。現在對穆夏拉來說，最重要的仍然是那次第一次跟拜仁一線隊的訓練。有時候人們需要回到自己的手機相冊裡，才能想起過往的那些小細節。而如果把這些回憶都留下來，5年後、10年後，甚至50年後，都有人回來看，有人回來讀，有人會來聽。這就是當今德國隊的頭號球星穆夏拉的故事。他剛剛到英格蘭時英文不好，但足球幫他交到了朋友科爾威爾。他的家庭對他的支持，媽媽負責學習生活和照顧，而爸爸把足球熱愛傳給了他。而穆夏拉的身份認同，他很愛英格蘭，但同樣也愛德國。回到了德國之後，他身上有多種文化的背景，但成長中總是充滿着挫折。回德國前，下巴受了重傷，說話也不夠自然，語言也不夠標準。但小穆夏拉仍然想努力地證明自己。後來，他關鍵的導師 U17 的主教練德國過去的名宿克洛澤逼着他學防守，讓他成為了更完整的球員。再然後，夢想成真，第一次接到了拜仁一線隊的訓練通知，成為他職業生涯的重要轉折點。所以，德國隊穆夏拉的故事不只是關於天賦，它也關於在不同國家之間的遷移，學習新的語言，依靠家人的支持，並一步一步地證明自己。那麼聊完穆夏拉，接着咱們就介紹德國雙頭龍雙節龍，或者叫兩頭蛇反正是双核心。另外一位维尔茨，维尔茨是出生於德國的威斯特法蘭州，他從小就開始接觸足球，在這裡長大。最早效力的俱樂部叫布勞維勒老 K 也不會讀德文，大概這個讀音吧。這個俱樂部和他的家庭很有淵源，因為他的父親曾經是這個俱樂部的一位重要人物，所以維爾茨也是有傳承的。他是從本地小俱樂部一步一步開始了自己的足球生涯。小時候他簡直可以稱得上是極為酷愛踢球，他有時候會騎車很遠去訓練，或者找朋友踢球玩，最多的時候騎了13公里。
要知道這可不是開車的13公里啊，騎自行車挺累的。這個小細節就能說明維爾茨能成功不僅是靠天賦，而是真的從小就熱愛足球，願意花大量的時間成本在足球上。对他來說，足球從来就不是普通的課外活動，而是生活的一部分。後來8歲，維爾茨加盟了科隆俱樂部的青訓系統，又在那裡待了許多年，接受了系統性的足球訓練。在科隆期間，他逐漸被認為是德國足球中非常有潛力的一位年輕天才。他後來還隨科隆 U17 隊獲得了德國 U17 級別的全國冠軍。也就是說，他在進入職業足球以前，已經在青少年比賽中證明過自己的實力。2020年1月，維爾茨從科隆 U17 直接轉會到了勒沃庫森隊。按照原來的計劃，他本来應該先加入勒沃庫森的 U19 隊，但由于进步飞速，很快便開始和一線隊一起訓練。所以在剛到勒沃庫森的前幾個月，維爾茨代表一線隊出場的次數甚至比代表 U19 隊還要多。勒沃庫森很快就發現他的水平完全超過了普通的青年隊球員。不過雖然在 U19 隊的時間並不長，但在自己的前4場 U19 比賽中，維爾茨表現非常出色。這就不像本賽季到了利物浦，遲遲不能表現出球王的實力。當年的維爾茨在勒沃庫森 U19 隊4場比賽就打進了2球，送出3次助攻，而且较量的對手還包括像沙爾克、多特蒙德、杜塞爾多夫這樣的強队的青年隊。這種表現讓人非常的信服，所以也很快提拔到一線隊。2020年5月18日，維爾茨在德甲對陣不萊梅的比賽中首發出場，當時他只有17歲零15天，成為勒沃庫森歷史上最年輕的德甲首發球員。而他打破的正是哈弗茨之前保持的勒沃庫森年輕的出場記錄。哈弗茨就是咱們阿森納剛剛奪得了英超聯賽冠軍的中鋒。那麼從首場比賽開始，維爾茨的職業生涯真正開始進入大眾視野。僅僅幾個禮拜之後，他又創造了新的紀錄。在2020年6月6日對陣拜仁慕尼黑的比賽中，小維爾茨竟然進球了，當時還只有17歲零34天。這個進球讓他成為當時德甲歷史上最年輕的進球者，何況對手還是拜仁慕尼黑，而且對面的門將竟然是諾伊爾。這對一個剛剛滿了17歲才34天的球員來說，幾乎是夢幻般的開始。而且後來的維爾茨也證明自己的成功不僅僅是一場比賽的運氣。在20到21賽季，他就幾乎成為勒沃庫森中場的固定先發球員。他不只參加德甲比賽，還跟着隊伍參加了歐聯杯和德國杯。他在球隊裡的角色越來越重要，開始從天才少年變成球隊真正需要的首發球員。所以這就是維爾茨當年和普通的天才之間最大的區別。他不只是有潛力，而是很快就能在德甲的職業比賽中穩定的貢獻。1年後，2021年9月，維爾茨就完成了在德國成年國家隊的首秀。當時他非常年輕，但已經被德國國家隊看作未來核心之一。不過1年後的2022年3月，維爾茨遭遇了職業生涯第一次重大打擊，膝蓋十字韌帶受傷，提前結束了那個賽季。那一次傷病也讓他錯過了2022年的世界杯。維爾茨的成長故事可見也並不是一帆風順。後來他傷停大概10個月以後才回到賽場。當他回歸的時候，勒沃庫森已經換了主教練，已經變成了哈維·阿隆索執教。可是大家沒想到啊，阿隆索的到來讓整支球隊和維爾茨受益巨大。在阿隆索手下，維爾茨不只是能恢復狀態，而是進入了一個新的迅速成長階段。他變得越来越成熟，也更適合在高水平戰術體系中發揮巨大作用。23到24賽季是維爾茨職業生涯目前最重要的賽季之一。勒沃庫森當年贏得了俱樂部歷史上第一個德甲冠軍，而維爾茨在勒沃庫森的不敗奪冠賽季中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在各項賽事中貢獻了大量的進球、大量的助攻，還在對陣雲達不萊梅的冠軍戰中上演帽子戲法。最後他當選了當年的德甲賽季最佳球員。他的特點首先是一名進攻型中場，他既可以踢傳統10號位，也可以在左側或右側的中场活動。而他的強项不是單純的速度，而是通過技術、視野、傳球和空間感。他能在很小的空間裡處理球，找到解決辦法，而且他也能通過自己娴熟的盘帶、直塞球和跑位，創造大量的機会。這些特點也就是為什麼維爾茨經常被看作德國足球新一代最有創造力的球員之一。25年6月，維爾茨從勒沃庫森轉回利物浦。
也簽下了長期合同。這對他來說，進入英超是一個全新的挑戰。那麼維尔茨的家庭很有意思，用他小時候青训教練的形容，維爾茨一家人呀，就像是喜歡在戶外生活的一家人。他的爸爸漢斯是村裡面足球俱樂部的主席，也是裁判，同時也是青训教練。就是他經常將維爾茨和姐姐帶到球場上踢球，不是坐着看，是在那裡玩整個下午。有意思的是，維爾茨家裡小時候根本就沒有電視，他也到了12歲才擁有了手機。因為從小就没有什麼電子娛樂，維爾茨幾乎就只能去外面活動。現在回想起來，維爾茨就很開心，這能讓他一直在戶外運動，一直接觸足球。還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細節，青训教練回憶到，當年有一次冬天，維爾茨的媽媽在科隆隊訓練前突然跑到一群小球員中間，而且直接加入孩子们開始打起了雪仗。媽媽扔起雪球來還非常的用力，這就說明整個維爾茨的家庭氛圍啊，真的是非常運動，非常戶外。不只是爸爸跟足球有關，這媽媽本身也是個運動型的人格。哎，对了，這媽媽呀，過去還真就是手球教練。那麼另外，當維爾茨12歲的時候，他的青训教練叫多梅爾，給當時德國世界冠軍球員德拉克斯勒發了一條消息。德拉克斯勒就是2014年德國世界杯的冠軍球員，也是這位青訓教練多梅爾以前帶過的球員。多梅爾給德拉克斯勒開玩笑，但是又很認真地說，我這裡有個小男孩，未來可能成為你的競爭者。為了證明這一點，教練還發了一個視頻，在視頻裡面，12歲的維爾茨用腳、用膝蓋、用頭去顛一個網球，這個訓練非常難，因為網球比足球小很多，很難控制。當年德拉克斯勒的記錄是連續完成6輪，所以教練多梅爾將這個記錄告訴維爾茨，而維爾茨做到了連續7輪顛球，這就能夠說明小維爾茨12歲就已經展現出非常特別的控球能力和身體協調性。後來14、15歲的時候，維爾茨已經吸引了許多經紀人的注意。有一個經紀公司給小維爾茨寄來了一個包裹，想用禮物吸引他。當他的媽媽騎着自行車到了訓練場，順便告訴教練自己收到了這麼一個包裹。教練還問他，裡面是什麼？媽媽說我不知道，因為我已經把這個包裹原封不動退回去了。哈哈，維爾茨的媽媽、爸爸很小就知道，在維爾茨成年之前，他不需要經紀人。我們不用急着把它商業化，而是要保護維爾茨的成長節奏。所以青訓教練們都認為，家庭就是影響維爾茨成長最重要的因素。另外，小維爾茨到了科隆青訓，除了訓練之外呀，還偷偷的跑回過去的小俱樂部布勞維勒踢球。有一次，科隆隊的青訓教練在當地報紙上看到一張照片，照片說布勞維勒的11歲隊贏了一個室內足球比賽。仔細一看，照片裡竟然有科隆 U11最好的球員，包括維爾茨。也就是說，這些小孩在科隆訓練之外，還跑回到布勞維勒呀，幫着本地小球隊踢比賽。這能說明小維爾茨真是太喜歡踢球，太喜歡足球比賽了。還有一點，有個小故事能看出他當年的性格。在一次比賽裡，科隆本來1-0領先，教練換了幾個球員之後，比分變成1-1，被扳平了。11歲的維爾茨非常不高興，直接問教練：“你為什麼要換人？”教練回憶說，當時小維爾茨氣得都不看自己了，這說明他小時候的勝負心有多強。好，那麼除此之外，這一份德國隊的名單最重要的幾個點，第一是門將諾伊爾的回歸，這既帶來了經驗，同時也帶來了風險。從好的方面看，諾伊爾的經驗、氣場和大賽能力仍然很重要，但是他畢竟已經40歲，而且受過重傷，他的穩定性可能成為問題。不過目前不管主教練納格爾斯曼是不是受迫於壓力選擇了諾伊爾回歸，但既然這麼做了，那麼他還是判斷在大賽中諾伊爾的精神屬性和經驗值得德國隊為之冒險。這種領袖才有的氣場足以讓納格爾斯曼選擇他重新入隊。第二點就是剛才說過的雙核驅動，穆夏拉加維爾茨這樣的中前場就擁有了極強的創造力和想象力。維爾茨是進攻體系中的關鍵人物，而穆夏拉如果恢復狀態，也會成為重要核心。本屆世界杯，德國隊真正的上限還是取決於這兩位能不能在大賽中持續的創造機會。第三點，年輕的小將卡爾是驚喜。卡爾在國家隊只有很少的經驗，但因為在拜仁慕尼黑的表現很穩定，得以入選世界杯名單。
這也說明主帥納格爾斯曼願意給最年輕的球員機會，而不只是帶那些傳統名將。第4點，老將薩內的入選，這一點很有爭議。從好的地方看，薩內依然擁有速度、有突破，也有大賽經驗。但從另一個反面來看，他不僅在拜仁，現在去了沙特聯賽，在俱樂部表現也不夠穩定，不應該佔據一個世界杯名額。說穿了，薩內現在並沒有讓所有人信服，這是一個高風險也高回報的選擇。薩內可能改變比賽，也可能讓德國球迷失望。那麼有了這一份名單，德國隊整體戰術的方向就不再只是傳統的控球，他們不會再像過去那樣只做橫向的傳球。納格爾斯曼的球隊，我預測更多會用更直接向前的傳球，長傳或者快速縱向的推進。這一支德國隊擁有很好的技術和能力，也有很強的身體素質，而且他們仍然延續了德國過去的足球傳統。現在他們喜歡控球，但有了納格爾斯曼，必要的時候他们也不会拒絕長傳或更直接的縱向進攻。這一屆德國隊會努力打出符合自己歷史地位的表現。此次他們被分在一組，小組出现非常容易。而過去幾年他們的成績雖然不理想，但由於德國隊的歷史和球員個人能力，仍然是世界杯奪冠的天然候選人。德國隊的目標首先是至少進入4強，但如果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比過去的幾屆大賽表現更好。最不穩定的因素還是40歲門將諾伊爾，在退出國家隊2年後又重新回到德國隊，他甚至會成為首發門將。這也意味着過去的1號門將鮑曼雖然在預選賽是主力，但世界杯正賽可能會讓位。納格爾斯曼在發布會上毫不猶豫地確認，他說每個人都知道諾伊爾身上有一種特殊的氣場，所以在納格爾斯曼看來，選擇諾伊爾這是正確的決定。他也稱鮑曼是世界級的替補門將。這一份名單最讓球迷們感到失望的是年仅19歲的小將塞伊德马拉的落选。雖然年仅19歲，但本賽季他已經是科隆隊史上第4位在德甲聯賽中射入了10個球的青年球員。過去的是有波多爾斯基、利特巴爾斯基和迪特穆勒，而馬拉是這4人中第2年輕的，他也是德甲歷史上第6年輕的10球先生。他的母親是德國人，父親則來自黎巴嫩，父母2位都在杜塞爾多夫的消費品公司漢高工作。這是一家主營化工產品、生產洗涤劑和清潔劑的德國公司。而馬拉的哥哥馬利克同樣也是一位職業足球運動員。薩伊德馬拉作為科隆隊的邊鋒，身高1.87米，年僅19歲的他沒有入選，也讓許多德國媒體和球迷感到很失望。而值得一提，這一次德國隊公布名單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大多數國家隊教練會通過新聞發布會或者電視節目來公布世界杯名單，這一次德國隊呢卻別開生面。DFB 的 Instagram 從早上6點開始就逐個公布入選球員的名字，但納格爾斯曼仍然在下午1點正式面對媒體確認名單。正式發布會以前， DFB 已經通過一系列的視頻提前公布了部分球員，視頻中包含了球員的童年時期照片和影像，大家可以通過這些看到球員們在人生的不同階段穿着德國隊球衣的樣子。這個角度很有意思，說明納格爾斯曼用心了。德國隊不只是公布了名單，而是把名單公布做成了一個關於成長和國家隊夢想的故事。所以這個主題也是老 K 今天視頻的目的。多評價幾句吧。現在的德國中場結合了經驗和年輕球員，而除了效力於加拉塔薩雷的薩內，還有效力於紐卡斯爾聯隊的沃爾特馬德也將參加自己的第1屆。而除了效力於土耳其加拉塔薩雷的薩內那麼這次年輕的沃爾特馬德來自紐卡的他也將參加自己的第1屆國際大賽。OK， 從鋼鐵之師到日耳曼戰車，德國隊從來不只是一支足球隊，它更像是一種足球精神的象徵。過去的幾十年，德國隊有過王者時代的從容和統治，也有過世界杯冠軍的巔峰榮耀，更有過提前出局、更新換代、被外界質疑的低谷。德國足球最令老 K 尊敬的地方，不是他永遠不會失敗，而是往往能在失敗之後依然能站起來。不是只依靠個人天才，而是依靠紀律、團隊、意志、責任感和永不放棄的信念。今天的德國隊背負着4星榮耀，也承受着新時代球迷的期待。也許他們已經不再是過去那支讓所有對手恐懼的德國戰車，但是只要那種堅韌、團結和敢於重建的精神還在，德國足球就永遠不會真正的倒下。
對於所有喜歡德國隊的球迷來說，支持德國隊不只是支持一場比賽的勝負，而是相信一種信念。無論經歷多少輝煌和低谷，無論面對多少懷疑和挑戰，德國隊終將再次歸來。熟悉德國隊的歷史，回望這段歷史，真正撐起德國隊這件戰役重量的，從來不只是獎杯，而是一代又一代名將、傳奇的老球員們留下的精神。貝肯鮑爾曾經在肩膀受傷、手臂幾乎無法活動的情況下，繼續站在球場上，因為他知道國家隊需要他。蓋德穆勒用最樸素、最致命的進球方式，將德國足球的效率刻進世界杯的記憶裡面。魯梅尼格帶着傷痛登場，在球隊幾乎被推到懸崖邊的時候，仍然用進球點燃德國隊逆轉的期望。而馬特烏斯用奔跑、用力量和領袖氣質撐起了一個時代。布雷默在最關鍵的12碼前冷靜出腳，把冠軍帶回德國。克林斯曼、沃勒爾、卡恩、克洛泽、拉姆、施魏因施泰格也都用各自的方式證明，德国队的偉大不是某一個人的神話，而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的傳承。正因為有這些響亮的名字，德國足球才不只是勝利時的榮耀，更像是困境中的堅持，傷痛中的責任，落後時的不屈，以及直到最後一秒都不肯低頭的信念。對於我們球迷來說，記住這些傳奇，不只是懷念過去，更像是在提醒今天的每一個人，德國隊的這份精神只要還在，德國足球就永遠有再次登上巔峰的理由。好，朋友們，讓我們看看各種重要的比賽結果信息。巴薩女足4-0戰勝里昂女足奪得歐冠，帕約爾和帕拉略洛雙雙梅開二度。這一次帕約爾終於拒絕了六亞王的申請，交出了2個進球1個助攻的成績。上一屆巴薩女足系統局爆冷，今年破局成功。巴薩女足確實是斷檔的領先，去年他們的決賽確實踢得不好，太拖大。今年是真的猛，逐漸巴薩女足正在男子化，他們的技戰術已經比得上部分男足，只是身體上還欠一點。現在西班牙國內最頂尖的女足都在巴塞羅那，即使排2套陣容，巴薩女足踢隊內的訓練賽，甚至都比國家德比還要強。那麼6年4次奪得歐冠冠軍，巴薩女足現在僅次於里昂女足。里昂女足8次奪得歐冠冠軍，而巴薩和法蘭克福同樣都是4次。這次奪冠，巴薩女足也將從耐克公司那裡獲得300萬歐元的獎金。不過，在 Spotify 諾坎普球場舉行的巴薩女足對陣皇馬女足的1/4決賽，一共來了60067名觀眾，門票收入達到了210萬歐元。在對陣拜仁女足的半決賽中，76021名觀眾，門票收入達到了近180萬歐元。沒有想到啊，今天的女足比賽一場收入竟然如此之高。所以這幾年歐洲、英國的女足運動真是開展得如火如荼。相比之下，中國女足真是沒落了。好，今天的英冠聯賽升級附加賽，赫爾城對陣米德爾斯堡1-0 ，95分鐘補時階段才完成絕殺。當時這個球進了之後，老虎赫爾城的球員和球迷那種狂喜，這才是那該死的足球。上次老虎城踢英超，陣容中還有一個猛將，就是今天落選了英格蘭队的曼聯的馬奎爾。心繫老東家的馬奎爾今天也發了社媒，祝賀赫爾城升超，寫道 Up the Tigers。 另外，巴塞羅那最後一輪1-3輸給瓦倫西亞，萊萬在告別戰破門又打中了立柱。傳奇中鋒巨星萊萬在巴薩生涯的最後一場還能進1個球，也算是完美了。而皇家馬德里最後一輪4-2戰勝畢爾巴鄂競技。今天以後，卡瓦哈爾離隊，阿維羅亞謝幕。主教練這一場做得挺完美，裡子面子都考慮到了，所以皇馬的賽季結束了，再見吧阿拉巴，再見吧卡瓦哈爾。今天的小將皮塔奇送出2個助攻，贡薩洛也有破門，也算是皇馬青訓新的一代接過了傳承。4次西甲冠軍，6次歐冠冠軍，2次国王杯冠軍，4次西班牙超級杯冠軍，5次歐洲超級杯冠軍，5次世界俱樂部杯冠軍。皇馬歷史最佳右後衛卡瓦哈爾以隊長的身份告別，偉大的隊長，偉大的2號，偉大的傳奇。好，德國這邊德國杯，拜仁慕尼黑3-0戰勝斯圖加特奪冠，哈里凱恩上演帽子戲法，奧里塞創了點球。拜仁慕尼黑拿下小3冠王，哈里凱恩居功至偉，
貴為世界第一中鋒。86分鐘，凱恩還能回防到禁區線附近，將反擊中的球鏟出界。凱恩叔叔真的踢球啊，就像一個六邊形全能的 B2B 中鋒。這樣的一個球員，鑄就了英格蘭球迷和德國球迷難得和諧的3年，甚至讓許多英格蘭球迷都成了半個德國球迷了。而德國球迷們也是越來越喜歡英格蘭。好，曼聯球員隊長布魯諾·費爾南德斯成功當選本賽季英超最佳球員。英超官方已經宣布，他在34場英超聯賽裡8個進球，多達20次助攻。明天的收官戰甚至有機會打破由亨利和德布勞內保持的英超单赛季助攻紀錄。本賽季至今，他已經創造了132次機會，是英超聯賽中最多的，而且比排名第2的利物浦队索博斯洛伊整整多出了驚人的43次。曼聯能夠崛起，能夠鎖定本賽季英超第3，比菲居功至偉。好的，輕鬆一下，亞馬爾的新女友伊內斯·加西亞，他在去年社交媒體上有一段視頻，現在被網友們扒出来了。當時他談到了男生聊天中不要插話的話題，還以足球為例提到了亞馬爾。他是這麼說的：男生聊天裡千萬不要硬插話題，比如我重點說足球，因為足球基本就是那種最典型最容易出事的話題。比如男生們正在爭論啊，這個比那個強啊，不，那個才比這個強，不 ，C 羅比梅西強，不，梅西比 C 羅強。這個時候女生的評論就來了，通常女生會說這個比那個帥，然後所有人都會轉過頭來看你，脖子都快扭斷了。而且拿我自己來說吧，我記住足球運動員的方式就是這樣的。巴爾特拉是誰？就是以前和戈伊科切亞在一起過的那一個。亞馬爾是誰？就是現在和一個特別有名的人在一起的那個。和尼基尼科在一起。C 羅是誰？就是以前和世界頂級模特之一在一起的那一個伊蓮娜。維尼修斯是誰？就是以前和一個我特別喜歡的歌手在一起過的那個歌手叫科琳娜。所以我多少也算知道一點，對吧？我是通過那些我認識的女生去記住這些球員的，明白嗎？Lamine Yamal, el que está con una super famosa ahora mismo, Nicki Nicole. Es Cristiano Ronaldo, el que estuvo con una de las mejores modelos del mundo, Irina Shayk. Es Vinicius, el que estuvo con una cantante que me encanta, se llama Corina, la de la canción de Hoy vimos cómo sale la película. Más o menos me la sé, ¿vale? Pues yo lo ubico así, ¿sabes? Yo lo ubico así por mujeres que conozco, ¿sabes? Y su respuesta es, no fuera millonario, si no fuera futbolista nunca te hubiera fijado en él. Pues no, porque quizás no lo hubiera visto en la vida, tío. Entonces, el momento no tuve... OK， 看了這段視頻呀，西班牙語學了不少。雖然一句沒聽懂，但覺得這新女友的眼睛是真大。另外，維尼修斯在恢復單身以後，已經在波多黎各私自約會了好幾名女性，但是維尼修斯非常低調，避開了公眾的視線，身邊只有幾名很親近的朋友在陪同。見面呢，也是在當地一處很私密的場所，現場沒有太大的動靜，所以記者朋友們還沒有搞到照片，讓大家失望了。那麼朋友們，如果你是偶然點進來老 K 足球新聞，請千萬要點訂閱，而且要打開小鈴鐺的全部，否則你可能收不到我們最新的視頻。無論如何，請讓我送上最後的廣告語：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咱們明天再見，請別忘了點讚、評論、熱推和分享，謝謝。